假死3年的夫君突然回来，也带回来一个女子。我迎他们入门时，看见了空中奇怪的文字。女配别答应他进门，她是个穿越女，会的可多了，医学、火药、诗词律法。穿越女不仅抢你的夫君，还会登基做女帝。到时候她名垂青史，而你沦为下堂妻，被夫君嫌恶，早早病死。穿越女大大方方走到我面前，明媚又张扬，我是来救赎她的。我擦了擦咳出的血迹，声音很轻地问她，你能不能也救赎我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轻声说完这句话，面前这位穿着戎装、明媚又不失英气的女子愣住了。她自言自语，不对啊，系统剧情怎么变了？她不是应该拿出宋锦城正妻的身份刁难我，不许我进府，为什么要跟我说这种话？这让我下面打脸的台词还怎么说啊？虚空中的文字叫做弹幕的东西也在七嘴八舌。女配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她可是剧情中的大女主，你在她身边连根狗尾巴草都不如。我们都给你出主意了，你怎么不听呢？急死我了！赶紧占据先机，把她赶出去。只要把她从你夫君身边赶走，她想成为女帝，把你踩在脚下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我没有理会弹幕上的那些文字。宋锦城领兵出征，诈死了3年，只为手刃敌军。我也等了他3年，替他苦苦支撑门楣，守住这个家。他凯旋回来的这天，马背上带回一个明媚大气的女子。而同一天，我也从大夫口中得知，我病入膏肓，活不长了。季姑娘，我得了重病，不会占着宋锦城发妻的位置太久。我开门见山对他说。他倒是一愣，紧抿了一下嘴唇。我想能陪着宋锦城一起在战场上吃苦，守卫天下黎民的姑娘，又能坏到哪去？我嗫嚅了一下，放低了嗓音。我还有一个女儿，才7、8岁，离不了娘亲，能不能在我死后替我好好照顾她长大？我赶紧补充，不求你将她视若己出，只要你别苛待她，等她长大了，为她寻一个好婆家，不让她受欺负，我9泉之下就能安心上路了。至于宋锦城，我笑容很淡。我和宋锦城成婚，不过是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。这么多年，他对我从未有过真心。我不强求，也不敢奢望。要说一点也不难过，还是有一点的。毕竟做了这么多年的夫妻，特别是他战死边疆的死讯传来，我想过随他而去，还好我没有做这样的傻事。季姑娘跟他几经生死，情投意合。你想要宋锦城，想要正妻的位置，我统统让给你，只求你待我死后别刁难我的女儿。我吸了吸气，忍住鼻尖酸楚，没娘的孩子最可怜了。虚空中的文字闪动起来。女配，别说这些傻话，你去跟他争一争啊。他也是拿到你夫君的兵权，一样依靠男人才登基做女帝，你还有机会的。你们这就不懂了，这就是内宅宗父的高明手段，以退为进，骗得女主信任，再狠狠背刺她。这种烂熟的宅斗戏码还少吗？我感觉也是，女配在装可怜，一开口就说自己命不久矣，可真厉害，差点被她骗了。幸好这些弹幕似乎只有我能看到。我苦笑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一个将死的人去争一个从未爱过自己的男人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听完我说的话，季宁没有了刚才的张扬，他看了一眼我消瘦苍白的脸，英气的眉黛皱起，像是在挣扎什么，沉默了许久。在抬眸时多了一丝同情和惭愧。他咬了咬嘴唇，犹豫开口，其实我也不想跟你争，我也没有那么喜欢宋锦城，非要抢你的位置。我身上绑定了一种东西，必须按照剧情走。我也是被强迫。完啦，女主就这么水灵灵把自己拥有系统的事告诉女配了。我记得这样不行吧？会受惩罚。季宁刚说完这句话，脸色突然扭曲起来，他捂着胸口瘫倒在地上，大口喘息。勾巴系统，我就说了，有本事弄死我，非要逼我插足别人家庭，你想当贱人，我可不想。看得出他很痛苦，我手忙脚乱地去扶他。季姑娘，你还好吗？我给你去找大夫。沈昭月，你在做什么？换掉身上甲胄的宋锦城赶了过来，刚巧看到这一幕，他蹙眉，
一身让人心惊胆战的煞气，声音愠怒。宁宁刚一进府，你就欺负她？沈昭月，你是当我死了吗？宋锦城阔步走来，眼神冰冷，裹着戾气。他狠狠拂开我扶着季宁的手，力气之大，将我推倒在地上，手臂磕着地砖上，痛得我缓了许久。季宁身上的惩罚还没结束，他说不出话，只能抓着宋锦城的手，一个劲摇头，示意这件事跟我没关系。可是宋锦城看不明白，大概也没有相信过我。他看了一眼季宁，眼中的戾气散去，眉眼也温柔缱绻起来。宁宁别怕，我接你入府，自然会保护好你，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我知道你从不屑女子之间的勾心斗角，但你不能脾气太好，太不计较，让旁人这样欺负你。宋锦城紧紧地扶着他，看我的眼神冒着数九寒冬的凉气。沈昭月，你如此善妒。他冷冷地压低眉峰，一脸的嫌恶。你可知你和宁宁是云泥之别？你是井中蛙，他是天上月。这些年是他陪在我身边出谋划策，他足智多谋，帮我围剿敌军，大获全胜。沈昭月，你听清楚，没有宁宁，我早该战死沙场。他是你的恩人，你再敢欺负他，我绝不会饶过你。宋锦城抱着不能动弹的季宁离开，命我罚跪在阴冷的祠堂里。弹幕又在闪烁，这才对，这才是正常剧情，女主和女配就该反目成仇。男主真不是个东西，喜新厌旧，对自己发妻太恶劣了。女主救了他的命，难道这些年女配没有帮他操持家业吗？更多的弹幕是在骂我。圣母的下场舒服了，谁让你心这么软，早把女主赶出家门，让她没机会留在男主身边，不就好了？活该。我瞥了一眼那些文字，唇间很轻很淡地挂起笑意。这和季姑娘没有关系。宋锦城对我无情，不带回他，也会带回王姑娘、李姑娘。我拼命地阻止，拼命地去争取抢，一样会输得一败涂地。倒不如从一开始就什么都不要。季宁入府前，我就已经派丫鬟打听过他的身世，他在这里没有家人，刚来这里没多久就遇上了宋锦城，是宋锦城骗了他，没有告诉他自己已经有了家室妻儿。季姑娘也是个可怜人，她同样没得选择，所以不管那些文字说些什么，我都不会恨她。夜深路重，我跪在阴冷的祠堂地砖上，双膝冻得没了知觉。门吱呀一声被推开，我没有回头，便很清楚来的人不会是宋锦城。成亲这么多年，他对我从未在乎过。季宁迎着祠堂里幽暗的烛火走近，脸色沉沉绷着。他拉着我的手，语气急促，起来，你没错，为什么要给这些木牌下跪？你把宋锦城的话就当成放屁，没必要听他的。我怔了一下，季宁的掌心温热，他紧紧握着我冰冷的掌心没有松开，像是要把他的体温传递给我。我却正脱开，忍住眼底温热，对他摇头。这儿是宋府的禁地，你不该过来。谢谢你季姑娘，我要在这跪上一天一夜，提前起来被宋锦城知晓，会连累到你。我不想这么鲜活的姑娘一起跪在腐朽的灵位前。季宁不解，挑了挑眉，为什么一定要听他的话？我脑子中短暂的一片空白，为什么一定要听从宋锦城？许氏从小就被教导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若是被赶回娘家，爹娘兄嫂会指责，会抬不起头，会被逼着向宋锦城求和道歉。我低了头，没有勇气对上季宁剔透灼灼的眼睛，嗓音很轻地说，女子卑微，向来以夫为天，君为臣纲，夫为妻纲。季姑娘，你可以笑话我，我反抗不了，我眼泪坠在衣襟上，声音发抖。这一刻，我希望那些虚空上的文字是真的。季宁能成为女帝，她如此的不同，一定能改变天下所有女子的处境。季宁气得半晌说不出话，可是她没有笑话我，而是蹲下身，拿出手帕帮我擦干净眼泪，咬着牙一字一句说，不要哭，这是时代的错，不是你的错。我终有一天会让全天下的女子铁骨铮铮站着，不用为任何人下跪流泪。你不敢起来，我不为难你。
他轻轻拥抱了我一下，跪在这种鬼地方也该跪得舒服一些。季宁离开了一会，拿来了垫子，垫在我膝盖下面，又把灌满热水的汤婆子塞入我怀中。跪上1天1夜，简直是虐待，会生病的。况且你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应该让狗男人自己来体验一下。姐姐，汤婆子凉了，我再来给你换。这一声姐姐，像是要我的心也暖化了。其实，在将军府门口看见他的第一眼起，我就对他讨厌不起来。他明媚又张扬，像是最灿烂的花，最耀眼的鸾鸟。将军府不该成为关注他的囚笼，宋锦城也不配站在他的身边。季宁陪在我身边，俯下身帮我揉按着麻木疼痛的2条腿。放心吧，姐姐，我不会让宋锦城好过。我心下一慌，不安起来，不必为我这么做，你会受罚。我记得弹幕上说过，他有系统，不能违反剧情。季宁朝我眨了眨眼睛，眸光璀璨，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天亮之后，季宁才离开。宋锦城像是终于想起了我，派人喊我过去。我踉跄不稳站在宋锦城面前。宋锦城掀了掀眼帘，冷淡地问：在祠堂里罚跪了1夜，知错了没有？以后还敢欺负宁宁，争风吃醋？我刚准备开口，看见了宋锦城侧脸上清晰的五指印。将军府里有谁敢打他？看来是季宁没错了。我忍住唇角弧度。季宁从门外走了进来，还是装出一副跟我水火不容的样子。他冷眼望向宋锦城，声音冰冷：当初在边关，我为你出谋划策，让你假死3年，大胜敌军，赢得军功。宋锦城，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一向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宋锦城，后背绷得很紧，低着头，十分无措的样子。宁宁，他又慌又哑。我会给你正妻之位，与你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答应你的绝不会变。季宁唇边笑意更浓了，眼神冷厉。他指了指我：你原来的发妻怎么办？当初你可从未告诉过我，你已经娶妻生子，有了家室。不给宋锦城说话的机会。他一耳光重重打在宋锦城另半边脸上，给他打了个完美的对称。女主给我的感觉好奇怪，她是故意扇男主耳光吗？男主脸上轴对称的巴掌印没把我笑死。看女主打人很解气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宋锦城挨了耳光后，眼眶红了起来。他没有动怒，反而压着嗓音求季宁原谅。宋锦城凉薄忍怒地看了我一眼。我虽然有妻室，但我对他并无感情。没有遇到宁宁你之前，我不懂何为心动，何为情难自抑。我没有见过你这样独特、才华横溢的女子。他起身，慌忙拦住季宁。你不喜欢他，觉得他碍眼，我可以修书一封，把他赶回沈家。那些文字又出现了。剧情本该是这样，不管女配做什么都改变不了。女配被休，赶回娘家，没多久就病死了。女主一出现，女配不得给她让路吗？总不能让女主当妾吧？漂浮在空中的字，却像是利剑，一下子射穿了我的心。我忍不住剧烈咳嗽，血从指缝间溢了出来。宋锦城只是淡淡看了我一眼，厌烦道：沈昭月，够了，别装了。你不就是想装病，留在府邸里，不被我休弃回去？可是我和宁宁两情相悦，将军夫人的身份只能给她。我捂着咳得疼痛的胸口，说不出话。只有站在宋锦城身边的季宁，用心疼的眸光看着我。他撇开眸光，故意说的阴阳怪气：行啦，沈夫人生病了，就让她留在府中养身体，免得外面的流言蜚语骂我悍妒，赶走了原配夫人。他还特意对宋锦城说，你要找最好的大夫给夫人治病，这样一来我才有好名声。宋锦城皱了下眉，他认为我装病，不愿意浪费时间，但还是因为季宁的话，最终点头答应。剧情走向变得奇怪了。本来女配病重的事，男主到她死了都不知情。没人觉得女主很讨厌吗？说话总是眼高于顶，阴阳怪气的，立什么大女主人设，还不是抢了人家夫君的撒？我垂下眸光，没有搭理弹幕上的那些话。我很清楚，季宁是不得已，必须按照系统要求将剧情走下去。我不想他受罚，那么疼，也没有责怪过他。
没过2日，宋锦城面色冷冰冰，带着大夫进了我的院子。大夫给我把脉后，脸色有些犹豫。我明白过来，剧情确实难以改变。先前的大夫没有诊断错，我是病入膏肓，活不了多久了。宋锦城负手而立，从眉眼到语气透着冷淡，有话直说，他到底是真病还是装病？我咳着笑了起来。到了如今，宋锦城还认定我在假装，霸占着他正妻的位置，不肯让出来。大夫也没有隐瞒，尊夫人气血亏空，脉象虚浮，是常年累月积劳成疾所致，确实是药石难医了。还请宋将军节哀，早为尊夫人做准备。他诈死3年，我苦撑门楣3年，拉扯女儿长大，面对着宋家各房亲戚的虎视眈眈，外人嘲笑欺辱，还要想办法周转，拿嫁妆补贴，谋求生计，养活府中一大家子的人，活活将自己熬到了这一步，油尽灯枯。宋锦城罕见的沉默了，他眸光看向别处，抿了抿唇角。女配真可怜，她费尽心思为男女主铺路，最后匆匆下线。男主这一回总该心疼自己的发妻了吧？赶紧的追妻火葬场。长久的沉默后，宋锦城终于开口，他却说：“既然你身体不好，以后女儿就交给宁宁抚养吧。她比你懂得多，见识广，也能更好的教导女儿。”我的心重重一跳，像是被刀剜去一块肉，痛的似要沁出血来，眼眶里的诗意再也忍不住滴落。我还没死，就要骨肉分离。虚空中的文字一个个刺入我的眼中，剧情设定还是强大。唉，还是走到这一步了。女配的女儿也会被女主吸引，慕强的只喜欢女主，只肯认女主为娘亲，像个白眼狼一样讨厌自己的生母。对，就是这个剧情。后来女配临死前，为了争回自己的孩子，暗中给女主下毒，结果被发现了，连女配女儿都厌憎她。所有人都站在女主那边，把病入膏肓的女配彻底逐出家门。我耳朵嗡鸣，一阵天昏地转。后面的剧情竟是这样，我的女儿不肯认我，我还会丧心病狂地给纪宁下毒，被所有人厌憎，赶出宋家。为了验证弹幕上所说是真是假，我没心思养病，只躺着休养了2天，喝了几副药，就急匆匆去找女儿。没有意外，宋锦城的心向来是偏的。我在纪宁的院子里见到了女儿宋婉，照顾多年的丫鬟在我耳边不忿，夫人含辛茹苦养育小姐这么多年，这才几天，小姐就跟在那个女人身边，夫人被野女人气病了，小姐还对着她笑，俨然已经忘记自己的生母是谁。再这样下去可了不得，夫人得想办法把小姐抢回来，别让野女人把小姐教坏了。弹幕也都在劝我一定要和纪宁争，我一旦松手，女儿就将不再是我的女儿，连一声娘亲都不肯叫我。而我只是站在纪宁的院子门口，远远看着，心像是被看不见的大掌攥紧，7上8下。但我相信纪宁，一个日后名垂千古的女帝，绝不应该困于宅斗，心思止步于这小小的四方天地，故意教坏我的女儿。纪宁教我的女儿练剑，一招一式极尽用心，女儿做错了他会罚，用剑柄敲宋婉的掌心。身边的丫鬟心疼的不敢看，嘴里直叫唤。奴婢就知道那野女人不安好心，她想当正夫人，便要虐待小姐，斩草除根。纪宁清冷严厉的嗓音传入我耳中，我答应过姐姐，要让女子铁骨铮铮站着。你想一辈子相夫教子，和个房妾室争斗，还是想跟我一样上战场，立下功勋，让所有人对你刮目相看，不敢因为你是女子就轻慢于你？宋婉因为掌心的痛，只哭了2声。她揉着泛红的眼眶，认认真真望着纪宁。我要上战场，像你一样，我才不要困在后院，做一朵只会争春，需要旁人呵护的牡丹花。我要做就做参天的树，做百花杀后我独艳的傲菊。纪宁笑了，这也是他来了将军府，我第一次见他笑得这样灿烂。不因为系统，也不因为我的夫君。他俯下身，用自己的袖帕帮宋婉擦去脸上的汗珠。宋婉对他露出感激甜甜的笑容。弹幕闪烁得飞快，
废物女配，咱们不用给她出主意了。女儿马上就跟女主亲近，当白眼狼，不认她这个娘亲了，她还搁这看呢。要换作是我，夫君女儿都不要了，再用死亡折磨他们，让他们愧疚后悔，我看她还怎么当大女主。我疑惑了一下，两个女子碰面，就必须围绕着一个男人，比出个胜负吗？成亲这么多年，我很了解宋锦城，我死后，他不会愧疚后悔。女儿还小，也记不了多久，他们会如常生活下去。我的病死折磨不了任何人，除了我自己。我这一生求于后宅。季宁他见过更广阔的天空，他把我女儿教导得很好。我为何非要把女儿抢回来？等他们练完剑，我才走了过去。一向喜欢黏着我的女儿，看我喝药，都会心疼拿来冰糖的女儿。这一次，一反常态没有走近我，而是躲在了季宁的身后，轻声细气地说：“季姑娘，你来做我娘亲好不好？我更喜欢你，你会上阵杀敌，懂得那么多学问，天下好多男子也比不上你。”说着，女儿用一种厌烦冰冷的眸光看了我一眼，我伸出的手僵在了半空中，弹幕都在嗤笑。就说吧，不作不死，女儿也不要他了，女配一无所有，太好了。不等我做出反应，女儿宋婉就被季宁单手拽了过来，拎到了我的面前，向你娘亲赔礼道歉。季宁脸上没有笑容了，冷得可怕。女儿也愣住了，她呢喃：“什么？我哪说错了？”季宁把她手中的剑抢了回去，以后你不必跟着我学习剑法了。宋婉愣了愣之后，不敢置信地跺着脚：“为什么？我要练剑，我也要上战场，保家卫国。”季宁冷哼，把她推到我面前：“你连自己生母都不尊重，何谈为了黎民保家卫国？无小爱之人，岂有大爱？有家才有国。连自己母亲也不认的人，我不叫白眼狼，谁知你以后会不会这样对待我？恩将仇报。我不会的，我不会。”女儿又慌又怕，哭得泣不成声。而且季宁忍了怒气，嗓音也弱了一分：“你娘亲身体也不好，你不该这么气她。”他没忍心当着女儿宋婉的面告诉她，我时日无多，就快要死了。宋婉像是被一棍子敲醒了，她也没有按照剧情那样厌恶我这个无用的母亲。娘，婉婉知错了。她哭的眼睛肿成了核桃，朝我重重磕头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，为什么我一看见季姑娘就忍不住喜欢她？我不是有心气娘亲。我宋婉发誓，以后再也不会对娘亲说诛心之言，会孝敬娘亲到老。我忍着眼泪连连点头。可是我活不到老了，也见不到婉婉上阵杀敌，英姿飒爽的模样。指尖一颤，我拉着宋婉走到季宁面前，哭着又挤出笑容：“以后婉婉就麻烦你照顾她长大。”宋婉不明白，小声地问：“为什么娘亲？你要走吗？”我的心弦被狠狠触动了一下，狠下心揉了揉她头顶：“以后季姑娘也是你的娘亲，你要听她的话。我相信季姑娘会把你教导成一棵参天大树，不惧风霜。”沈昭月。季宁提了提嗓音，叫我名字，把她领回去。自己的女儿自己照顾，我才不要一个小拖油瓶。女主还是一如既往的高傲，女配在她面前真卑微。就是这么一个高傲的女主，在我转身时轻声喃喃：“我会想办法治好你，让你长命百岁，亲眼看到婉婉长大后的模样。”我的病情还在恶化下去。对此，宋锦城并不在乎，在乎的人只有季宁。宋锦城给他买来的华贵首饰绫罗绸缎，他只淡淡扫上一眼，毫不留情嗤笑：“太丑了，我可不会喜欢。宋锦城，你就买这些廉价东西，就想求我原谅，讨我欢心？这么丑的首饰、衣裳，还是给你的原配夫人去用吧。”宋锦城尴尬地站在一旁，俊眼滚烫，像是挨了一记耳光。他冷冷地瞥了我一眼：“宁宁不要赏你的，你还不赶紧拿走？”等他转头看向季宁，又换上温柔的语调：“那些不够好，你不喜欢，我带你再去买如何？”我走的时候，季宁朝我眨了眨眼睛，用嘴型说：“让我还缺什么，都告诉他。”我心头一热，捧着满怀的首饰绸缎，手指微颤，摸了摸光滑的绸缎料子。
宋锦城离开府邸这么多年，杳无音讯。我带来的嫁妆，为了守住将军府，节衣缩食，早已用尽。只有女子才心细又温柔。她看出我的衣裳又破又旧，早已不是京城里时兴的样式，头上连一根像样的发簪也没有。季宁才故意说那些话，不违抗剧情，又能把绸缎首饰送给我。过了1日，季宁又派丫鬟送来熬煮好的汤药。夫人，你可千万不能喝，他能安什么好心？猫哭耗子假慈悲，这汤药里面一定掺杂了些见不得人的东西。我掀开药骨，浓郁的草药味扑鼻而来，连我身边一脸戒备、絮絮叨叨的丫鬟也愣住了。我喝药多年，一闻就能闻出里面放了上好的血参、雪山芙蓉，没管丫鬟的阻拦，我喝了下去。那股热意顺着喉咙一直滚入心底。谁都会害我，但季宁绝不会，因为季宁每天给我送药，我又强撑着，多活了一段时间。这一日晚上家宴，我忍不住咳嗽起来，袖帕上染了血。季宁一惊，手中的茶盏摔碎在了地上。宋锦城朝我看来，剑眉冷厉，眼神阴沉。沈昭月，你存心的破坏宴会气氛，身体不好，不能回去歇着，非要来凑什么热闹？宋锦城厌烦冷哼，身体病成这样了，还如此善妒。我擦了擦唇边的血，失笑。来家宴，我才不是为了看她，我想多看几眼季宁，这么好的姑娘，等我上了黄泉，就再也见不到了。宋锦城抬起手，就要朝我砸来酒樽，季宁拦住了他，扭过头，语气急促又冰冷地对丫鬟道：夫人身体不好，还不送她回去？夫人若是出了事，我可担待不起。那些文字又浮现了，好讨厌啊！牛什么？不就是个破坏别人家庭的仨？对这个女主一点也喜欢不起来。他们不喜欢季宁，但是我很喜欢她。这次咳血后，我在榻上睡了整整1日，我再次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真的时日无多了。睁开眼，季宁坐在我床边，他伸手替我掖了掖被角。你身体不好，不能再着凉了。这些关心，连宋锦城对我也不曾有过。姐姐，想和离吗？他忽然开口问我。我低眉思索起来。大夫说我还只剩下几日光景，我占着宋锦城正妻的身份，死了还要和他100年后葬在一起。光是这样想，我竟觉得恶心难耐。我想和离，我以为跟宋锦城和离会很容易。他厌恶我，早想将季宁扶正。季宁为了帮我，和宋锦城闹了好几日，甚至1哭2闹3上吊的办法也用上了。但我的和离书递到宋锦城面前后，他却冷着一张面容，看着和离书，眸光隐隐泛着暗红的怒意。和离，沈昭月，你嫁我这么多年，我还没有休了你，你竟敢向我提出和离？你病成这副模样，就不能消停一点吗？坐在他身边的季宁适时开口，悠悠冷笑。宋锦城，你在沙场上发誓8抬大轿，风风光光娶我，和我此生相守，原来也只是骗我的。宋锦城张了张嘴，按捺不住烦躁。宁宁，我是发过誓会娶你。沈昭月她病了，你就不能等几日吗？弹幕也看不下去，这种人怎么能当男主？既要又要的嘴脸，简直想给他降龙10巴掌。女主女配都挺好，为啥都想不开，非要倒贴一个渣男？大家别吵了，女配应该被赶出家门的，现在因为女主的干预，改变了好多剧情走向了。后面她还能当女帝吗？改变不了剧情的。就算女配没有因为下毒被扫地出门，不一样还是得病死。再次看到病死的字眼，我内心一片坦然平静。回到院子，我招来女儿，宋婉终于变回了我熟悉乖巧的女儿模样。她蹦蹦跳跳扑进我的怀里，伸出小手摸了摸我的面颊，眼泪就跟着掉了下来。娘亲没有好好吃药吗？又瘦了，能不能不要再瘦下去了？婉婉害怕，婉婉不想失去娘亲。她说着，脸上沾着湿湿的泪珠，来亲我的面颊。我搂着女儿，哽咽了好一会，却是欣慰的。至少弹幕中提到的那些事情并没有发生。婉婉没有疏远我，不认我这个娘亲。我也没有面目扭曲到
给另一个女子下毒。蝼蚁之力也在一点点改变剧情走向。终有一日，所有人都不会再被剧情控制束缚，能为自己而活。季姑娘又教你什么了？我逼回眼泪，笑眯眯问她。女儿从我怀中跳了出去，背了好多的兵法策论，又给我武力会剑。丁香结子芙蓉涛，不记明珠记宝刀。看得出季宁对她视如己出，毫无保留地教导她。我还有什么不满足？宋锦城终于还是把和离书给我了，我一字一字读了下来。呕出的血溅在最后一行上。我遂你心意，至此和离，再无瓜葛。夫人，丫鬟在一旁惊呼出声。我颤抖手指擦去唇边的血，笑着，真好，真好，我半生困于此，因他悲喜而悲喜，终于自由了。从今起，我方是我。当夜，我收拾好东西，雇了马车，离开了生活半辈子的宋家。弹幕又再次出现，女配离开，高能情节要出现了。狗血经典桥段绑架之后，2选1，百看不厌。还用想吗？那种渣男肯定是选女主啊，把自己病重发妻丢给敌军。马车离开宋家没多久，遇上剧烈颠簸，一股迷香吹了进来。等我再醒来，已经关进了低矮昏暗的破旧房子里。和我一同绑着的还有季宁。我想那些敌军绑错了人，以后登临天下的女帝又岂会等待一个男人来保护拯救？季宁用脚尖踢碎了一块瓦片，他耐心地把瓦片勾来，缚住的双手夹在中间，慢慢用瓦片磨断了麻绳。姐姐别怕，我可以带你逃出去，我们都能自救活下去，不用等那个狗屁男人过来做选择。自救成功后的季宁没有走，他蹲在我面前，用瓦片帮我割开绳索，一滴血坠在我的鞋面上，晕染开。季姑娘，没事的，流点血而已，一点也不疼。我们快走吧，逃出去。他抿了抿唇间血迹，想冲我笑，可是身体不受控制，瘫倒下去，疼到颤抖。女主她真好，想改变剧情，可是系统会惩罚她，惩罚会一次比一次强烈。女主啊，可长点心吧，为了一个要死的女配，值得吗？我攥紧手指，指尖近乎嵌入肉里，狠狠闭了闭眼睛。很快我就要死了，不值得她一次次为我违背剧情。俯下身，我抱紧浑身颤抖的季宁，轻声对她说：你告诉我，你以后一定会当女帝，一定会造福天下女子，让她们铁骨铮铮站着，谁也不能压垮她们的脊梁。季宁意识到我要做什么，她先是含着眼泪摇头，最后才虚弱的点头，我一定会，一定会让你们都站着，顶天立地的站着。宋锦城快马加鞭赶到后，毫无意外选择了季宁。听到这个结果，我毫无意外，也毫无难受。敌军要押我走，拿我的尸体侮辱威胁宋锦城。我平静问，能让我见他最后一面吗？我可以吃下毒药，我不会逃。夫妻一场，我总还有些话想跟他说。我轻轻地笑了起来。敌军给我喂了无解的毒药，给我一炷香的时间见宋锦城最后一面。对不起。宋锦城一开口就向我道歉，他的眸光甚至没有勇气落在我身上，素来对我没好气的脸上隐隐有一抹愧疚。我们夫妻多年，我理当选你，可我不能看到宁宁出事，宁宁比我的性命还重要，希望你能明白。况且我们已经和离，我答应过要娶她进门，于情于理，宁宁的安危都在你之上。我揉着手腕上麻绳留下的红痕，忽然就悠悠渺渺地笑了起来。宁姑娘是很好，如果换作是你和她一起被敌军绑住了，我也会选她。季宁一直在帮我，亲自煎药，用最好的药材帮我延缓病情，帮我教导女儿，帮我和宋锦城和离，还我自由。他帮了我这么多，我理当也该帮帮他。宋锦城还以为我在拈酸吃醋，沈氏念在我们夫妻一场的情面上，如果那些人害了你，我会帮你收尸，还会与你葬入宋家祖坟。这对我一个女子而言是天大的恩典了。我站起身，在昏暗的烛光下流下几滴泪。锦城，我们夫妻一场，你能抱我最后一次吗？宋锦城怔了怔，许是为了完成我最后的心愿。
他抬手把我拥入怀中，在我耳边说：“这一世就当是我负了你，来生没有遇见宁宁、沈昭月，我们再做夫妻，补偿你。”他的嗓音戛然而止，我笑了起来，癫狂自缢，手中的发簪更深地刺进他的心口。今生的债为什么不能今生偿？宋锦城，你这样忘恩负义的人，也会有来生吗？宋锦城捂着心口，一巴掌重重将我掀倒在地。贱妇，我何离再娶，你心生嫉妒了，竟要和我同归于尽。早知我该连最后一面也不见你。我尝到嘴里的血味，不疼，一点也不疼。唇边的笑从未停下，体内的穿肠剧毒发作了。剧痛朦胧间，我似乎又看见了那些弹幕。将来宋锦城会在纪宁的辅佐下成为帝王，但在他称帝后，他会因为各种不得已，逼着纪宁退让，广收后宫，伤透了纪宁的心。到了最后，纪宁封心所爱，一无所有，才被逼成为女帝。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让纪宁成为女帝，而非男人的踏脚石？不如让宋锦城死在最爱他之年，永无背叛。宋锦城没能走出房间，他倒在离我不远的地方。真好，纪宁没有他的拖累，可以飞得更高更远。头顶上那些文字还在不停地闪烁。我的天，剧情被他一个配角改变了。蜉蝣之力，亦可撼天。他一个本该早死的女配，竟拉着男主一起死了。本来这个男主就配不上咱们女主，女主独美，自己登基成为女帝才是最爽最好的结局。女配也很伟大，我的眼睛要尿尿了。在古代女子本就不易，大家都好好的活到结局，不行吗？一人血书，求改变结局，带我一个。我慢慢合上眼睛，时光好像倒转，我又回到17岁，嫁给宋锦城那年。我们执着红绸两端，拜堂成亲。夫妻对拜那一刻，我掀开了盖头，在众人惊呼声里，我直直望着宋锦城错愕的眼睛。你听清楚，我沈昭月生生世世都不嫁你，我可以等待那个特别的女子到来，陪她共创一个女子无需被逼嫁人，困在后宅无需跪拜折腰的世界。番外，我像是做了长长的一梦，最终被电子音吵醒。宿主确定要用所有积分换他醒过来？是，我答应过他会救赎他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期望，也是所有人的期望。我睁开眼，春光融融，杨柳漫漫，小宫女一溜烟跑了出去。快去通知女帝，太后娘娘醒过来了。我以为会见到纪宁，见到的却是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女子。她穿着明黄色的龙袍，头戴冕旒，腰间挂着纪宁的那把剑，英姿飒爽，耀眼夺目。见我怔住，她跪伏在我膝上，流泪轻声喊着：“娘亲。”宋婉带着我一起上朝，我见到了满朝不输男儿的女官、女将军。娘亲，先帝将天下治理得很好，女子有书读，可以科考，可以为商，也可以从政。她们再也不用困在那小小的四方天地里，操持着奉上一生，因为一点小错就为谁下跪道歉。男人不再是女子的天，女子的天是自己。纪宁已经走了，他完成了在这个世界的任务，用所有的积分向系统换我活过来，而我也将为他守住这个天下，守住所有女子的笑颜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